在旅途中，我偶尔会干一些突发奇想的事情，比如随机选择一些路线。早上起床，我看见窗外的雪山和照进村庄的一抹暖阳，有种今天不一样的感觉。坐上去马尔康的客车，一路上我就在合计，眼看着临近西藏，这些天几乎没有拍到什么像样的照片。难道川北高原的美景就这样整天忙着赶车和住店而错过了吗？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要赶路，否则很容易进入疲于奔波的恶性循环。当客车来到一个叫三家寨的地方，上下乘客的时候，我来不及多想，果断拎包中途下车。因为我买的是全程车票，把司机也搞得莫名其妙，并善意提醒我说后面没有去马尔康的车了。这个我不担心，因为我看见三家寨有住宿的招牌，大不了待到明天再走。旅行者要的就是这种果敢的气势。我完全是凭感觉即兴下车，幻想着穿过旁边的河流，走着走着就会看见小桥流水的人家，或许又是一番奇遇，这样才能拍到藏民的真实生活。三家寨是一个很小的村庄，一眼可窥全貌。除了公路上隔三差五路过汽车碾压路面的低噪音，村寨静若止水。我顺着公路边的小道走了一段，到河边就没有路了。放眼枯黄萧瑟的荒野，很远都没有人烟的迹象，也不知道何去何从。原来藏区不同于内地，10几公里见不到人家是很正常的。再细看支流小溪里沉积的现代垃圾，所有美好的预期都烟消云散了。彻底看清现实，才感觉这样下车的举动十分草率。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决定先返回村庄。我没有去这家唯一的旅店，像这种小旅馆，从来就没有幻想过接待外宾，几个月不换被褥也合情合理。我可以住，但我不想孤独地等候在这里，就打算先在路边等候，看能不能搭上过路车，反正见车就招手。没想到很快就拦下了一辆大货车，原来大货司机也是出于好奇，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独行的游客，才停的车，免费把我带到了马尔康。马尔康是坐落在索木河两岸狭长地带的一个县级市，看上去比阿坝县还小。这里居住着大量的加绒藏族和少量的羌族、回族和汉族人。马尔康市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土司衰亡之地，我06年来到这里是开放旅游之前，像被誉为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的卓克基土司官寨，包括更多的人文古迹，大门紧闭，没有任何提示，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知道。所以当时的马尔康在我眼里，既没有藏族特色的古朴，又没有现代城市的繁华，这让我有点失望。本以为这个以藏族人居多的州府会更有藏族风格，实际上居住在城市的年轻藏民很多都不穿自己的民族服装了。贸易市场的工业化成衣是销售主流，生活在不断汉化。打麻将、喝茶的爱好习惯跟成都地区接近，生活节奏要慢几拍。像内地已经过时的新华书店在这里还是新兴门市。有些新楼房正在建设中，藏族元素逐渐边缘化。市场上各种蔬菜水果跟我们平常吃的一样，各种种类基本上都有，估计大部分是从成都运输过来的，价格要贵一些。感觉这个城市很快就会跟其他汉族城市变得一样了。我用了1个来小时就逛遍了整个马尔康市。一辆摔得呲牙咧嘴的铃木小黄车慢悠悠地行驶在大街上，吸引来众人戏谑的目光。我尽力去捕捉每一个值得记录的镜头。当看见这2个盛装的藏族姑娘，才又把我的思想拉回到藏族地区来。如此精美绝伦的民族服饰，好像在这个时代中，自信和守旧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。旅行摄影不外寻找和发现那些独特的人文场景，而困扰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按下快门。到处都是雷同的建筑、雷同的表情和动作，
让人觉得拍什么都太平凡，意义不大。往往我们发现的精彩，却是这个社会正在摒弃的异类。深想一下，这恰恰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现象。每个人生规划都大同小异，上学、高考、买房和结婚，周而复始。循规蹈矩才能获得集体游戏的红利，个性和多样性被视为冒险，自然被排斥。人们除了吃喝拉撒睡和性欲这些动物本能的东西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生活没有任何仪式感。记得以前艰苦的岁月，无论多小的节日，母亲都会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相关的食物以示庆祝。现在就连最大的春节，估计很多人都不感兴趣了。一切从简，包括思想，简化到类似这个卖叫花鸡的，估计他自己也没搞明白自己卖的到底是叫花鸡还是叫化鸡。如今像这样的错别字，谁也不会认为有多重要，都是无关痒痛的东西。但这就是我们生活态度被简化的过程，它正是导致民族文化倒退的根源，让我们的生活简化到不再需要鲜花、音乐、绘画、体育和艺术等等生活刚需之外的东西，而这些恰恰是良性生态闭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多少人不明白一棵树为什么长不高，联想不到是土壤和根的问题，不明白生活为什么越来越没有理想和希望。在马尔坎，我拍到的都是平淡无奇的画面，也许只有在未来多年以后，人们才能看得出来它的内涵。下一站我们去德国，那里有最古老的印经院，看看那里怎么样。